嗨，YouTube，大家好，我是李伟康。嗨，大家好，我是建宏。这一次的节目呢，想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个台湾的政治局势因为我们最近也陆续的能够看到很多台湾的政治新闻发到我们的这个 Facebook 啊，或者是我们的 YouTube 上啊。原因呢是台湾最近是要即将举办这个总统大选了，对不对？是。好，他们的总统大选是在明年1月，然后最近在吵是因为2天之后就是要进行提名日了。对，提名截止 I mean。这个提名是总统候选人的这个提名截止，对不对？对。好，那既然最近有这样的一个契机了，我就邀请到了，不是邀请，建宏他本身呢就是这个台大生啊，台湾大学毕业的这个学生，然后呢也在台湾生活过那么多年了，自然是对这个台湾的政治事务呢是有一点看法的那所以但是我就想趁着这个机会呢，想请他和大家介绍一下马来西亚的这一个政治体系和台湾的政治体系到底有什么最主要的不一样。是台湾其实它是总统制跟我们的首相内阁制是不一样的。首相内阁制就是我们的安华，它其实我们人不是直接选首相出来的，我们选的是国会议员，然后国会议员里面再选一个得到最多人支持的人成为首相。好，这个我们明白，好，就是马来西亚的方式。对，然后他们呢是直接选总统出来，然后总统出来是总统只有总统罢了，然后另外一个他们选的是国会，就是他们的立法委员，是，然后他们的部长呢就是他们简称立委，对不对？对，立委。好，然后他们选了的那个总统呢，他是不能够管那些假巴丹，管那些部门，财政部、司法部的。他们选了总统出来，他再去委任谁是行政部长，谁是司法部长，谁是财政部长。所以总统只有任命权，他任命谁当部长，然后那个部长再去管行政单位。所以他的对于国家的治理呢是间接的，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去管理的。对，他有点像是阿公，只是我们的阿公是君主制，就是说他一直血脉传承，只是他们是每4年可以选一次阿公，然后那个阿公再去任命谁当部长。OK 阿公是不能够任命谁啊？对了，在某程度上我们某程度上我们是我们行政上是要去经过阿公任命的。对，阿公没有任命的话，那你就不能够得到那一个我们连法案都要经过阿公经过 approve。这也对，在马来西亚，但是他是在经过内阁的建议之下啦是，所以在台湾也就不一样。在台湾他的那个法院通过就不需要经过总统，国会的法案是不需要经过总统的。是，好，但是而且国会其实也可以弹劾总统，弹劾行政部长跟弹劾那个任何的部长。是，所以他们才是真正的三权分立，就是他们立法院是非常能够去牵制行政权的，就是他们的总统也好，部长也好，是非常受到那个国会去 control 的。他们是还有一个叫监察院，对不对？对，监察院就不要讲到可能太复杂了。因为我比较想说让大家马来西亚可以理解的东西，就是像我们的国会其实是很难制衡首相的。没错。因为像我们现在就是团结政府嘛，就全部的部长啊都是团结政府西蒙跟国政的人，然后国会又是同一班人这样你同一班人你怎样去制衡那个我们的首相他们呢？所以台湾就不一样，台湾的立法院他们国会议员跟总统经常是不同的派别的。明白。像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他的国会议员他其实是国民党比较多。所以就变成说，阿扁做错什么事情就在国会上被骂到半死，所以他们的国会是可以制衡他们总统，总统也会说他要做东西也要得到国会才可以得到比较好的行政效率。当我们的在我们的那个印象中呢，现在台湾的总统就是蔡英文啊，对，然后上一任的话就是马英九，然后再上一任的话就是陈水扁，然后就这个是，然后在上一任就是谁啊？陈水扁之前李登辉，所以这个就是近代台湾的一些总统的轮替。你看李登辉是国民党，然后就到这个陈水扁是民进党，对，然后又到马英九就是又在国民党这样子的。这个蔡英文就是民进党了。好，所以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总统大选他们会有那么多争议，对不对？据我所知呢，可能之前他们是有一位国民党的候选人，然后又有一位民进党的候选人赖清德，然后现在就有一位民众党的候选人叫做柯文哲，对。然后之前呢，又有听说这个郭台铭希望以这个独立人士的身份独立人士身份就来去选总统了。所以为什么突然间这一届呢会有那么除了2大势力以外呢，那么引起台湾民众的这个讨论呢？其实有民调显示很大部分可能有接近60%的人是想要实行政党轮替。就是之前的
国民党、民进党、国民党、民进党这样子。对，他们就想说，既然民进党已经完全执政8年了，那完全执政8年，对，所谓完全执政，立法院跟总统都是民进党的人，都是民进党的人。好，对，完全执政，完全执政了之后，那现在是不是时候要政党轮替一下？好，可是当然政党轮替，一边希望政党轮替，可是他们一边又对国民党有 concern， 就是国民党好像过去的 record 不太好。好，所以他们才很怕说我希望民进党下台，但是我又不敢让国民党上台，所以大家就吵着，那是不是有更好的 solution？ 所以他们在吵的东西就是，那要不要干脆让蓝的，就是国民党跟白的民众党整合起来，看谁当真谁当副，去对抗民进党。民进党也因为是有这68%的这个台湾民众希望台湾有这个政党轮替的这个调查，也就促使了这个柯文哲跟侯友宜这个国民党的候选人他们要去做这个整合的空间。对，可是60%并不是说60%都支持国民党或者是60%都支持民众党了，这是60%的人里面如果只有国民党去选那其中的2成可能会跑票，他们就说我怕国民党这样我宁愿让民进党上。明白。所以他们都有这样，所以他们整合起来，他们不是说2个加起来就会有到6成，他们2个人加起来可能也在4成多，4成5成罢了。明白，所以1+1就并不等于2。对，所以这一个也就是为什么说他们在2个蓝白之间，他们的那个谁正谁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对不对？是没错。我自己也是看尤其是好像那个民众党的那个支持者那一边，只要他们听说是跟国民党合作的话，听说很多人都已经是要就要跑票这样子的。对，好，所以宁愿他们不投票，也不要去支持这个国民党。其实我们用马来西亚例子来想，不用想要这样复杂。不要这样复杂。对，如果说你想一下在去年之前DAP 讲说我要跟国政一起你如果是 DAP 的 hardcore 粉丝，你是不是觉得就算你不投，你不会跑票，你是不是觉得你的朋友也会跑票？不会，你讲这个 DAP 不会，你应该是讲用巫统跟 DAP 因为在上一届的六州大选里面就很明显了嘛，是巫统跟 DAP。巫统跑票，对，DAP 没有对 ，DAP 的 hardcore 都是很中性的，DAP hardcore 是很中性，可是巫统就觉得我居然跟以前这个 DAP 这邪恶的人合作，我宁愿不投票。对，我们这样子的这个比喻就很恰当了，所以就在台湾的蓝白之间呢，就有了这个争议出来，所以我们也那郭台铭你要讲一下吗？郭台铭他为什么之前就那个兴致勃勃，他要出来以独立人士去成为这个候选人，对他的情况又是怎么样？OK， 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郭台铭并不是在这一次才要选的，他在上一届的时候就要选了的。他在上一届的时候，其实国民党也是觉得他们应该是会输，所以他们就开放，就说来大家谁要选，我们只要能够有一个最好的solution出来，我们就支持那个solution。那郭台铭讲是，我虽然不是国民党的人，我从来过去没有在党当中担任高职，可是我觉得我出来我会赢，我希望国民党可以征召我。是，然后到后来就国民党就讨论了很久，然后到后来他们就一拍两散所以郭台铭就有点不爽，所以他这一次还是说好，我觉得我能够带领国家迈向正途，所以他就用独立候选人的身份跑出来选。好，可是他反而在民调当中是比较靠末端的啦，因为我们都知道竞选其实是一个没有到你想的那么简单的事情。你看为什么那个韩国瑜不是我要讲的是那个塞萨蒂，为什么塞萨蒂会失信100万？失信100万，对，就是因为他知道他过后需要选举的时候，他可能要用到100万来去做一些，例如说插旗还是说行政宣传这些东西，所以真的是选举是一个非常花钱的一个，他不止花钱你也需要人脉，你也需要人力，所以郭台铭这次出来，他只有钱，大家是认为他只能陪跑罢了。好，他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国民党或者是说民众党，他们需要另外一个人一起合作，他就是成为最后的那个 joker。好，明白。所以这个就是说，为什么但是到最后的话，现在郭台铭也好像没有说要有那个造势行动又怎么样？听说是好是因为被中国查他的那个红海的那个税务，导致他现在已经是消息他就比较低调了一点，对不对？看起来他也不会选了吧，是吗？不知道，因为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他昨天的新闻是说他有考虑可以跟柯文哲联合做组合，就柯文哲做正，他做副这样子，可能好，
所以也不确定，因为柯文哲到现在还不确定他到底会自己出来选，还是跟国民党组合，还是跟郭台铭做组合，所以他现在有一点算是一个陪跑加 Joker 的位置哦。跟大家再补充一下，很想讲这个郭台铭哦，因为郭台铭他就是这个鸿海的这个老板啊，鸿海集团呢，他是包办了我们很多 iPhone 啊电子产品的那个组装那个业务的，而且他有很多工厂呢是在中国那一边的，中国大陆那一边的，所以这一次听说他要去宣布选举这个总统的位置的时候呢，就被这个中国的那个某方面去查他的那个税务啊，然后就给了给了他很多刁难这样子，所以这个也为什么到现在看起来他也好像有点意兴阑珊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就两边都不讨好了。那我想问一问建宏，这一个中国因素在这次大选台湾总统大选里面呢，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吗？我会说一直以来中国因素在台湾是很重要，就是大家都会担心说我未来到底会不会被中国统一。对，在过往都是，特别是在8年前4年前的时候，可是这一次会是我觉得近代以来统独因素最低调的一刻。好，就相较起来，大家是因为要打起来了，所以就相对低调，对不对？我不知道，我会说它是一个很长期以来的铺陈，因为现在大家还真的是都在炒作这是民生课题因为我是一个很八卦很喜欢去看 PTT 啊论坛的人，是，然后大家现在普遍上就是有对民进党有非常大的不满，然后就讲说你为什么完全执政啊，然后我连鸡蛋都会缺乏我连食物都没有办法降价，对，所以大家普遍都在炒作这个东西，然后统独它现在有点像是一个 defense 的牌罢了，就是民进党的一些支持者当他顶不顺的时候，他就想说难道你要给国民党赢，然后让中国统一我们吗？好，可是你看过去民进党他们在选举的调上，他们会经常去强调这个东西，尤其是在2019年的时候，那时候我非常记得蔡英文能够赢，就是因为在香港发生了那一个反送中事件，对，然后就让他们突然之间，本来人家也是很不爽那一个蔡英文的，然后突然之间因为这个事情就把那个票全部吹回来了。对，好，所以这一次呢，能够再打多一次吗？这一次我在目前来讲还没有看到，说不定明年1月的时候又会再次看到芒果干了。对，芒果干，看这个有时候我真的是我自己很感慨有时候不是讲什么。那个中国共产党是那一个民进党最好的这个助选员我在那个时候出来喊一喊，去军演一下的话呢，那个台湾民众的那一个团结的力量又回来了，他们就会说这个中国他们现在要来什么我们了，虽然打不打还不懂，但是因为有这个动作呢，其实每一次都让这个民进党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助选的效应在那边的。中国他们好像中国共产党的方面，他们好像是说他们就是要展示一些 power 给他们民众看还是怎么样，但是往往呢就是事与愿违他们就是弄巧反拙的。这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我不会觉得弄巧反拙啦，我觉得是有必要的。我觉得中国有必要这么做，因为他不是做给台湾看，他是做给中国国民看。对，中国里面的人看，去 show power 这样子，是 show power 这样。所以只是他 show power 的同时，他也会让台湾的民众更加团结，往离开中国的那方面不过我要表达的是，从现在的网络舆论上，还有说政党的攻防上来讲，包括民众党现在也不想去炒统独课题。想说包括民进党现在也不想去讨论这个统独课题。可能他们也认为讲统独跟讲亡国感对他们没有帮助。所以这一次目前来讲，现在观察是这样。不过我可以有预料到明年1月的时候又会不一样了。好了，因为那个时间的关系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呼吁一下马来西亚人呢，在这个台湾总统大选上面，我们应该自己怎么样的一个角度去观察这样子的。好，所以本来我们想讲那个国民党民进党还有民众党他们之间的那个分别在怎么样的。不过我想下一次我们可以专门拍一集讲这上一个党的这个这个意识形态是怎么样。是。建宏，你觉得我们马来西亚人对于这个台湾总统大选这一次，我们应该要注意的是什么？我觉得不是这一次，其实是每一次，因为我觉得可能是语言上相近的关系，大家都把
台湾跟中国的关系有点看成是我们的某一个州，它有点像国内事务来看的，而且甚至会为此而吵架。我觉得很不应该，它其实就应该把它当做外国。你会关心越南这样，会关心台湾那样吗？你会关心呀？你会关心泰国这样子咩？哦。泰国可能会啦，泰国可能会啦，因为你应该是说是菲律宾这样子，菲律宾啊呀，那的确是，你应该把台湾当是一个外国来看待啊，就跟中国，就是你要中港台，随便你要说它国家或不是国家都可以，但我们没有必要马来西亚人为此而吵架。但是我是觉得虽然是这样子啦，我们的马来西亚的据说很多党派，他们都会去参考台湾的一些。选举的方式的，是，包括我自己本来大家包括我自己去年去选举的时候，也是有参考他们很多的一些包括你的那个提出 paper 啊，这样子也是去参考他们的，所以这一次大家也看一看，不妨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去多注意一下台湾的这个总统选举，多了解一下这个国际事务，他们朝的是什么，然后他们之间的那个可取之点，他们。虽然是经过了那么多的选举，但是可能家人的那个关系还是很和谐的所以在马来西亚呢，即便我们有不同的那个意识形态的话，也不要去因为这件事情去对立啦。是，我们不值得为了台湾是不是国家在网络上跟人吵架了你讲是国家就是，你讲不是就不是，随便你喜欢就好，反正我们去台湾都是可以都需要用护照的，台湾有本人的护照的你这个显示了你的立场只看我的那个影片的人，他们都懂我的立场是怎么样的。OK， 最后有什么东西要补充的吗？我觉得有，我非常其实我会更加是把台湾当作是一个马来西亚的接近啊，或者说我们看任何新闻，你要看说马来西亚有什么值得参考的地方。是，所以台湾它有一个民众党，它是一个非常独立于国民党跟民进党之外的政党的第三势力，那个主流政治力量的第三势力来的。对，我们马来西亚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有一个摆脱巫统血统的第三势力出来？是你看我们的安化又是跟巫统有关，对，你看我们的母语地也是跟巫统有关，对所以这个有点难了，因为马来西亚的那个种族政治的话，是要摆脱那一边，我也可能要摆脱种族政治才能够去讨论第三势力。我们现在还 stuck 在种族政策，是我们待在里面如果现在讨论什么政策的话，什么问题的话。就是说你难道你要华人全部掌握经济，然后你要马来人完全回教化，很容易就到这个东西，你就没有东西谈了。对，华人跟马来人之间，就土著跟非土著之间就会有这个种族的争吵。是。好了，那今天的这个时间关系里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这个影片的话，大家请记得按 like、分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同时呢，这一期的这个 podcast 你也能够在这个有种人的这个平台里面去看到的，去听到的如果你还没有导入有种人的这个 apps 里面，那记得在这个留言栏里面呢，我们有放了那个 download 的 link 啦。然后我也补充一下，我最近在请这员工，我需要一个 full time editor。这个影片虽然是伟康剪的，不过我只是借他的广告栏位来要找工，请联络这个 email， 在这里是吗？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我是李伟康，我是建宏，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